我是林燕老师。今天我们上第52课，也是拼音的23课。2月3号啦，周三，加一横儿，星期三加一横儿。星期三是书面语，周三是口语。好，今天我们要学拼音的最后一课了。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建议，之后老师会补上，记得给老师留言。今天是老师计划的拼音的最后一课，区分前鼻音还是后鼻音。好，老师又要画老师最喜欢的一位美女，鼻子、嘴巴、下巴，对吧？这是她美丽的大眼睛。如果是东方人，通常都是褐色或者是黑色的眼睛，而西方人大多数是蓝色或者是绿色的眼睛。也许我们真的不是来自于同一个星球呢，但是现在我们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对吧？我给他一个发型，看这个发型像不像川普的发型，对吧？它应该是金黄色的。好，今天我们要学前鼻音和后鼻音，给它一点嘴巴和头发。前鼻音是，对，前鼻音是短一点的嘛，音，然后呢，发得清楚，短促，在前方，音，对应着呢，从后面发出来，从这里发出来的声音，看像不像是一个铁器在很深邃的黑洞里摩擦发出的声音，悠长深远。还有一个呢，感觉发了很丰富的一个音，电影。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电影给我们展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就可以记住这个发音，电影，说不尽道不完的深厚的内容。电影，老师总是先把声调先标了，应该是最后标。才讲过的拼读，电，对吧？影，最后标声调，最后发出这个声调，这个
拼读就完成了。电影，电影，最常用的学生，西约学，西约学，是生，学生。上节课老师写的时候没有写这个歌，也就是说老师把它发成了学生，而不是学生。这个区别有时候像我们现在的 there dear das， 最后它都会变成一个 z， 或者它真的就变成一个 das， 也就是说这个前鼻音后鼻音最后有可能会消失。这个歌如果只是鼻腔的一个声音，最后很有可能会丢失。当它能够发出声音个啊嘎咯咯，这个声音被发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存活下来。如果在这个前鼻音后鼻音的尾缀上它不出声音，只是在这个深度上有所体现，那么很有可能在键盘上电脑上打这个字的时候，这个歌就会被模糊，因为它没有起作用。明白了吧？上节课老师写的时候没有这个歌，这节课我告诉你是有这个歌，你明白老师的用意了吗？好，前鼻音的音，前鼻音的音，看一看，我想看一看组了一个什么词呢？哦，一个是，哎呀呀，我回来了，银行的银嘛。银喝昂行，这个歌它就让这个元音组合不是安而是昂，它起到了作用，明白了？喝昂行，如果没有这个歌，它就发成了喝安含。安和昂是有区别的，这个歌它是起了发音的作用的。银行，前鼻音啊，从这里来的。然后呢，这个前鼻音的 n， 神仙，神仙，一声，诗恩神，西医安仙，医生。老师写这个字的时候都忍不住开心起来，因为如果能做神仙，那是多么一件自由的事情，对吧？又开心又自由，按照自己的想法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
享受生活中的阳光雨露，这就是神仙。神仙住在哪里呢？山里吗？山里吗？看，汉字的山是不是就像画了一座山一样？神仙还住在天上，对吧？西方的神和中国的神名称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的佛法和他们做的神迹却是有很多是相通的。比如中国的神仙女娲、后羿，而西方的神仙谁呀？奥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当然，现在的神仙，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有非常高的道法的，这样的一些能够指引大家生活方向、学习方向的一些意识和哲学。而最古老的神仙施恩神、西医安仙，他们大多数在老百姓的心里是给大家一个药丸儿，让你吃了以后健康长寿，或者是他有非常好的厨艺，做出来的饭，哇，好吃啊！这就叫厨神，就是指这个神，就是指在某一个行业里头非常出色的人。比如现在我们的马斯克他是做电动汽车，还在做一些非常好的区块链，甚至他还想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引领着大家走向他的像神仙一样的大脑里构想出来的未来社会。比如去到火星上看一看，是不是可以住下来？神仙，神仙。好，虽然是拼音的最后一课了，我们依然遵循习惯了的方法，把声调和我们学习的拼音的组合结合一下哦。一声品，音频在哪里？哪里有呢？这里，学生的生，学生的生，也许是不是读出它饱满的后鼻音更好听呢？学生，二声，阳品，学就是二声，还有呢，二声，这里，银行，前鼻音，银行，行也是二声，阳品，三声。者，三声者，三声在哪里？电影的影，电影的影，深厚的电影内容会将我们带入到更深厚的求知的欲望。电影，四声。
声，去声在哪里？在哪里？看一看，在这里。电，电，的一安电，的一安电，电影，影，在鼻子的后面，后鼻音，后鼻音，电影，学生，电影，学生。在鼻子的前面有银行，银行，像不像一个小姑娘脆生生的说话？银行，前鼻音啊，还有一个这个前鼻音，神仙，神仙，这是我们最羡慕的生活状态。神仙就是很自在、自由、开心、舒服的状态，就叫神仙。神仙一般的生活，神仙最终是指我们的思维感受非常的美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上的拼音的最后一课啦，第23课，我们讲了后鼻音、前鼻音，在拼音里的一个知识点，比较注意的一个知识点。再跟我读一遍：电影，电影，学生，学生，学生。前鼻音，银行，银行，银行。神仙，神仙，神仙。好啦，今天我们的拼音的最后一课就上完了。老师当然还是会附上文字版的 PPT， 以及一首朗诵的非常优美的、吐字清晰的、声调清楚的散文。希望你听着听着就能听出汉语的韵律来了。另外，老师还专门读了一本书，你有空的时候一定也听一听啊，听一听语言带给你的奇妙的想象。如果你对老师的课感到满意，那么一定不要忘了看看屏幕右下角，给林妍老师一个订阅，老师会非常开心的。好，我们下节课再见。